好，我们继续讲《三国演义》第8集三让徐州，第三让要开始了。上一集讲到，这个吕布设下伏兵，曹操中了埋伏，然后呢，还从北门逃跑的时候，还被吕布磕着脑袋问曹操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是曹操。曹操说前面那个骑黄马的就是。吕布一听，赶快就丢下曹操，纵马向前追赶。曹操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啊，赶快拨转马头往东门跑去。哎，曹操也是命大呀。将近东门呢，正好碰到典韦了，典韦就保护着他，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城门边。这时候这个东门呢，刚才说了4个城门都已经放了火，东门烧的火正旺，城上面又把这个柴草丢下来，遍地都成了火海。典韦就用这个戟把这个火拨开，飞马从火堆里头逃出城去啊！曹操紧紧的跟在后面。刚刚这个冲到这个城门洞里头，上面突然掉下来一根烧断的大梁，正好打在这个曹操的马腿上面，那马一下就倒在地上了。曹操就用手托起大梁把它推开，没想到这个手臂啊、胡须啊、头发都烧着了，都着火了，多惨啊！典韦赶快来救他，正好夏侯渊也来了，两个人一起把这个曹操就救了。曹操也是命大，也是底下的这个能人多呀。曹操就骑着这个夏侯渊的马典韦在前面杀开一条血路，3个人就冲过了吊桥，一直到天明，曹操才回到大寨。郭嘉几个人就慌忙把他接进来了。哇，你竟然还生还了吗？众将前来问安，曹操仰天大笑误中匹夫奸计，我一定能够报仇。郭嘉知道他已经有了想法了，有计最好马上就用。曹操马上传令，军中挂孝举哀，诈降，诈死，就说他已经被火烧伤了，回寨以后就死了。他自己带领大部人马，悄悄的到马陵山去埋伏去了，又要设伏兵了。又有人到濮阳了，就把这个假消息就告诉吕布了。果然不出曹操的这个预料，吕布马上就杀奔马陵山来了。赤兔宝马吕布拿着方天画戟，这个幅画画的还是蛮好的。你看这个马画的多好，刚刚逼近曹营，就听到一声鼓响，杀出无数曹兵曹操的兵也不少呢，又打了埋伏，然后把吕布就给包围住了。吕布呢，左冲右突，拼死一战了。等他杀出重围呢，再回来找他一起出来的这些当兵的，都发现没几个了，大败而归逃回濮阳以后就坚守城池了，再也不出来。没想到这一年呢，到处闹蝗灾就是蝗虫蝗虫把庄稼吃得一干二净。关东一带呢，粮价腾贵，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那时候也很惨这个粮食收成都是靠天老天爷不赏饭吃，就会饿肚子。曹操的军粮呢也吃光了，只好就把这个人马就撤回鄄城了。这个吕布呢也撤回去了，相当于临时罢兵了，都没办法打了，都没粮食了。陶谦这个时候都已经63岁了，又得了重病，然后召集这个糜竺陈登商议后事了。然后糜竺呢又要劝他，你三让徐州了，就怎么样三让徐州了。使者就到小沛来去找刘备了，说陶谦现在病重了，跟你有遗言要讲然后这个刘备就跟关羽、张飞一起到徐州去看望陶谦了。陶谦说我的病很重了，估计有什么3长2短的话，还是以汉室城池为重希望你
你刘备啊接受徐州的大印了，我死也安心了。刘备又在这推辞，我一个人怎么能负担这个重任呢？陶谦就推荐了北海人孙乾啊，跟刘备就辅佐刘备啊。刘备再要推脱的时候，陶谦已经喘着气说不出话了，然后用手指着心口，不一会儿就断气了。陶谦病重身亡了，部下都给他举哀啊，然后还是把徐州的大印交给刘备了。刘备还是不接受，你说这个时候还不接受怎么行啊？陶谦都死了，然后第二天呢，徐州的百姓都成群结队到这个府前呀、要刘备，你还是接替陶谦的职位吧。这时候这些人都在劝啊，刘备啊答应了，暂时掌管州事。然后呢，刘备就暂时管起徐州了，啊，任命了一堆这个他的幕僚啊，相当于是让他一起治理徐州。曹操在这个鄄城，听说陶谦已经死了，刘备得了徐州，又开始不高兴了，又传令准备出兵攻打徐州。这荀彧呢，看到曹操动怒，就劝谏说：你要是出兵的话，把多数的人马留在这里，前地就不够用。你留少了的话，吕布又在背后要偷袭你。你说你这个是怎么办呢？也是，他就这么多人啊，派人出去了，自己家里头就空虚了，没办法打。曹操想了半天，哎呀，收成这么坏，那我们也没办法呀，老是守在这里，没有粮食吃也不行啊。荀彧就劝他去进攻陈留、汝南、颍川这些地方啊，夺取当地的粮食，去扩大自己的地盘啊。曹操听了，这个主意不错，就把夏侯惇、曹仁啊守住鄄城，自己领兵去攻打陈留和这个汝南。当地的守军何仪、黄绍啊，得知这个曹军来了，就跟他们打起来了。那这个根本不经打呀，跟这个典韦打了3个回合就被刺死了。第二天又杀了一阵啊，守军这个何曼也被曹洪杀了，黄绍呢也被李典活捉了。曹军就杀过去，这些什么陈留啊，这些都根本不经打呀，不经这个曹操打，抢了他们的粮食。然后呢，呃，这个何仪是刚才那个败将，然后要逃跑，正在逃跑的时候，突然山后面冲出一队人马，啊，为首的这个将军身高8尺，虎背熊腰，拿了一柄大刀，啊，拦住去路。何仪就拍马向前，举枪便刺，没想到一个回合就把那个何仪就给夹住了啊！旗下的人都吓呆了，一个个都下马受缚。不一会儿，典韦啊也赶过来了，看到这个壮士呢捉了何仪，就让他立刻就献出来。这个壮士就笑：你要是赢得我手中宝刀，我就把它给你啊！典韦一听大怒，挺起这个双戟，又打起来了。两个人从这个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打了这么长时间，不分胜负。这个时候有人就报告曹操了，曹操一听，哇，还有这种事儿啊，就去观战。打了这么久，曹操一看这个勇士啊，刀法娴熟，越杀越勇，跟典韦啊不相上下，心里头很高兴啊。那么斗到黄昏了，两个人战马都疲劳了之后，鸣金收兵啊。当晚这个曹操就偷偷的派人挖下这个陷马坑，两边就埋伏了勾手，又嘱咐典韦说：明天你跟他交手啊，你就败退，我用计活捉他。第二天，典韦就跟他又打起来了。那典韦就开始依计行事了，假装不敌啊，
就准备逃跑。那个人呢就来追，结果一下子掉到这个马坑里头去了。你看这个掉到这个马坑里头，马失前蹄掉到坑里头去，然后就把他绑了，活捉了，送到曹操面前。然后曹操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给他松绑了。这个壮士说：我姓许，名楚，字仲康，是谯国谯县人。然后曹操就劝他归顺呐。这个许褚呢，那个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其实他估计跟那个典韦打，他就是想拜曹操来了，还给他了赏赐到他的手下当了一员大将啊。许褚也是一名大将啊。许褚就把这个何仪也送出来了。然后曹操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汝南、颍川一带就全部搞定了。曹操就班师回去了。曹仁、夏侯惇就跟他报告说，近来兖州这些薛兰李丰都出去抢粮食城里头很空虚我们应该趁此机会一鼓作气攻下兖州。曹操听了他们的话，领兵直奔兖州。薛兰、李丰没有防备只好领兵出战。然后曹操就让这个许褚出马了。这个许褚当然是立功心切几个回合就把这个李丰斩于马下。薛兰一看不妙就想逃跑，没想到又被一箭射死。他底下的兵士也溃散了。看吕布当时收的这2个人都没用几下子就被人收拾掉了。曹操收复兖州以后，就让这个典韦、许褚为先锋，夏侯惇、夏侯渊为左翼，李典、乐进为右翼，自己率领中军还有殿后的于禁、吕虔就要杀奔濮阳了，就是找吕布去了。吕布一听说曹操兵到了，刚要出战，陈宫就说：高顺、张辽这个将军还在外面催粮呢，等他们回来以后才可以出战呀。吕布哪里肯听因为觉得你一个人打那么多人能打得赢吗？吕布才不听呢自大胆。这时候跟许褚就打起来了，打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许褚也蛮厉害的。曹操又派典韦出马助战这个时候杀得难分难解，突然一大堆人群殴吕布了，6员大将当初是3营战吕布，这次是6员大将战吕布。他们都知道一个人都占不了便宜那我们人海战术这下子吕布就不行了。这6个人都是一等一的猛将都逃跑了。没想到刚刚要回城，上次那个田氏那个妇人有钱人看到吕布败回了，就不让吕布进城了，说我已经投降曹操啦。吕布气得要死，没办法，逃到定陶去了。陈宫呢也开了东门，然后把这个吕布的家小一起带着逃出城去了。曹操就这么就得了濮阳了。他让这个刘烨驻守濮阳，自己去追击吕布。大军就来到定陶了，离城40里，扎下营寨。这个时候赶上麦子成熟了，曹操就下令兵士要割麦，充作军粮。定陶城里头只有张邈、陈宫、高顺，就这么几个人。听说这个曹兵在抢割麦子这个吕布就领了人马出城攻击。快要到曹营的时候，看到一片树林，他害怕里头有伏兵，犹豫了一阵就下令撤回去了。吕布其实这些心思早就被曹操看出来了。他在树林里头安插了不少军旗，就插这个旗，因为你看不远嘛，你看这个麦田里头，他就是期望你来放火烧林，然后呢，实际上呢有埋伏，在后路上面有埋伏。这个吕布回去跟陈宫商议，打算用火攻烧死林中的伏兵。陈宫说：“你不要轻敌
吕布自以为自己的计谋蛮深的，就让兵士们就准备硫磺啊、麦秸秆啊这些做引火之物，就怎么去火攻曹操呢？第二天他们就去树林里去放火去了，结果烧了半天一个人影都没看到。刚想攻打曹操的大寨，一声鼓响，寨后面冲出一队人马，然后又是一声炮响，敌后面伏兵也杀出来了。吕布知道你打不过这么多人呢，落荒而逃啊，手下的兵士死了一大半啊。这个败兵回来就来报告陈宫了，陈宫一想，我们现在就剩下一座空城了，守也守不住啊，守也没用啊，就跟高顺呢护着吕布的家眷呢弃城逃走了，张邈也匆匆的这个逃跑了，投奔袁术去了。从此呢，山东这一带呢就全归曹操所有啦。曹操这一击虽然是三让徐州，但是曹操反而是地盘扩大的很厉害呀，底下又有很多谋士，像荀彧啊，还得了几员大将，许褚啊、典韦啊，很厉害。所以说，三国里头其实曹操是最厉害的，兵多将广。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三让徐州我们就讲完了，下一季是李郭交兵，讲的是这个李傕、郭汜互相残杀。谢谢大家，再见。